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，响应美国呼吁，秦刚会见美国驻华大使，其实是给美国布置作业。最近，美国总统、国务卿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人多次要求，中国必须与美国保持高层接触和交流，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之类的。看来，中国也没让美国失望，的确开始了中美高层会晤和交流。不过，中国外长秦刚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，我感觉算不上交流，而是各唱各调，更不会有什么协议与联合声明之类的东西出台。看完秦刚的发言内容，我突然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会见美国驻华大使，主要是给美国布置作业。首先是批评美方一系列错误言行，秦刚直接对着伯恩斯狠批美国一番。秦刚说，美方一系列错误言行破坏了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积极势头，双方商定的对话与合作议程受到干扰，两国关系再遇寒冰。然后对美国提出了8大要求，这完全是在给美国政府布置作业。于是要求美方认清中美关系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并避免螺旋式下滑，达成共识，防止出现意外。必须守住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底线，防止美中关系出现意外，意思很清楚，避免发生军事冲突，这的确是两国关系的底线。而是希望美方深刻反思，按照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，与中方相向而行，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困境，重回正轨。没错，美国拜登政府和大多数政客都在致力于与中国对抗，竭尽全力支持台独势力，这就是中美关系步入困境的源头。三是要求美方要扣好地利纽扣，这个地利纽扣就是美方应端正对华认知，回归理性。这意思直指美国的对华认知和政策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理性。四是要求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，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，不能说一套做一套。这句话直击美国的国家品质，当面好话说尽，转过身就坏事做绝。比如拜登一开始对中方的承诺是4不1.5亿，后来增加到5不4.5亿，也就是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，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，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，不支持台独，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，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，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，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，无意围堵中国。但实际上呢，美国的政策和行动是完全相反的。我们的确应该把美国的好话反过来听才行。五是针对台海问题，秦刚要求美方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，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尤其是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，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，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。秦刚给美国划定了台湾问题的红线，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，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，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。六是要求美方要坚持以冷静、专业、务实态度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意外偶发事件，避免中美关系再受冲击。因为美国在诸多涉华问题上完全就是不管不顾的猛攻状态，似乎已经失去理智，就像陷入歇斯底里的情绪中一样，毫无理性可言，甚至不惜自损1000也要杀敌800，宁可自身受损更大，也不惜一切代价要和中国对抗。七是要求美方要在相互尊重、对等互惠基础上推进对话合作，和而不同，和谐共生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最后，秦刚要求伯恩斯要在中国多接触、多交流、多思考，做中美间的纽带桥梁，做出建设性努力。各位说说，秦刚对伯恩斯说的这番话，是不是准确地找到了中美关系受损的根源？是不是在给美国布置作业？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